同学到目前为止对于 forward backward 的一个演算法可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以捉摸，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给出一个其他的一个描述方式譬如说我们在这个 graphical model 里面或者 Bayesian network 里面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演算法叫做 node elimination node elimination 的意思是说我的 graphical model 或者 Bayesian network 的这些计算呢是对照在 graphical model 这个 graph 的这些表达方式，它有一个巧妙的 one-one mapping譬如说我今天我原始的 graphical model 是长像这样子的那这时候我要去求的这个派 t 它介于中间意思就是说我给了下面这一连串的这些observe sequence， 我要求是这个派 t 它到底是多少那这样子的这个计算就是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要求的求派 t 是多少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node elimination 的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它那我们说呢node elimination 的意思是说在做这个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的时候呢持续的在做一连串的 summation 跟 multiplication 这每一次 summation 的时候呢其实是会针对一个变数来做 summation， 那在对应到 graphical model 里面的这个 representation 呢把变数所代表这个 node 给消除那一连串的消除这些 node 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在本来是一个完整的 graphical model 那我最后要求这个派 t， 如果对应到这个 node elimination 的演算法呢，就是我先从左方从一个派 1、派 2、派 3一直逐渐的删掉删到这个派 t 为止。好，那这就是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的其中一部分，也就是 forward 演算法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从backward 的演算法来看除了说我刚刚已经做到的是把左边派 1一直到删到派 t 减1的 node 那这时候呢我再从右边开始从派 capital T 一直逐渐的删除删到派 t 为止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当中的 backward 的部分那把 forward 跟 backward两个合并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把左边的 node 也删除，把右边的 node 也删除，最后得到的就是派 t 也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答案。那简单的说呢，就这个 node 删除的过程呢我们透过这个动画看到可以一一的对应我们这个 forward backward 的这个计算的过程。好，那现在我们来探讨 forward backward algorithm， 我们在了解它推导过程之后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整体再来看一次，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我们想要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说明这个 forward algorithm 跟 forward backward algorithm 整体在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先想一个很简单长度是5的 hidden Markov model 我们把它画出来。好，这是长度是5的 hidden Markov model。好，那么从这边来看，如果大家可以更具体来看 forward backward algorithm 它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所有这些 observation 就是x1 到x5，我用这个 bold x 来代表那这边是派 1 到派 5我用派来代表那所谓的这个 forward backward algorithm 要算的事情就是说given all the observations 要算派3它的几率是多少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要算这个joint probability 那之后再把它做这个 normalization 就可以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去算这个派 3跟 x 的 joint probability， 然后底下是派 3 x， 然后对所有的派 3 来做 summation， 然后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所以重点就是算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那算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它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来根据整个来做 summation 整个就是
pi x， 然后我来根据说 pi 1、pi 2、pi 4、pi 5来做 summation， 结果就是剩下这个 pi 3。好，那这个 summation 的过程呢，哈，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先把这个来做展开，这个展开就是 p 好 pi 1好，然后根据其他的 t 等于1好 pi t plus 1 condition on pi t 好，然后这边是从1到2好，然后另外这个 emission probability 的部分好就是 pi xt p of xt condition on pi t。好，那这就是整个 germ probability 它 factorize 的结果哈。那这边我们要根据 pi 1、pi 2、好 pi 4、pi 5来做 summation 哈。然后呢，我整理的结果呢，其实可以这样的来写哈。那这个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来彰显说这个 forward-backward argument 它要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哈？好，我们来思考看看这个 summation 到底要怎么来做计算呢？好，我要做的计算是 pi 1、pi 2、pi 4跟 pi 5来做 summation。那其实这个 summation 的这个顺序，是我可以来选择的哈。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方式，是会让整个计算会变得更有效率哈。那我们的summation， 我们的建议的 summation 的方式是好，比如说好从 pi 1开始做 summation。然后再根据这个pi 2来做 summation， 那另外呢又根据pi 5来做 summation， 然后再根据 pi 4来做 summation。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哈，我们先把这个跟 pi 1相关的东西抓出来，那就是 p of pi 1好，然后 p of pi 2 condition on pi 1， 那另外还有一个 p of 好 x1 condition on pi 1。这是跟所有跟 pi 1相关的 information 就放在这里哈，然后我们来做 summation。那另外呢，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跟 pi 2相关的 pi 2在这边有看到，那还有一些我们要放在这里，这是所谓的就是 pi 3 condition on pi 2， 那另外是 p of x2 condition on pi 2， 好，这样子来做summation 哈。那整个过程是我先做这边的这个 summation， 先乘，然后再加，然后再跟这个乘起来再加哈。那右边我们也来看看哈，说我们把这个pi 5相关的东西把它抓出来哈，就是 pi 5 condition on pi 4哈，然后另外就是 x 5哈 condition on pi 5哈，好，然后这是跟pi 5相关的 information， 然后先做 multiplication， 再做 summation 之后，把它变成一个 function。那这边是要放的是跟pi 4相关的哈，就是 pi 4 condition on pi 3， 好，另外就是好 x 4 condition on pi 4， 好，这边稍微有点挤哈。总之呢，所有的计算就是这些做multiplication summation， 然后 multiplication summation， 然后这边呢也是做 multiplication summation， 然后得到结果哈。那我们这边到底还剩下哪些东西哈？这边 pi 1对不对 ？pi 2， 然后 pi 3好对不对？这边都放在这里了。然后另外呢还有x1 pi 1 x2 pi 2， 那 x3 pi 3呢，它其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所以可以放在外面哈。x3 好 pi 3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确定全部都放在里面的哈，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哈、第四个、第五个哈，然后emission probability 的话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哈，全部都在这里哈。那这就是我们完整的这个计算过程。那这个计算过程大家要知道说哈，这边有跟 pi 4 pi 5相关的哈，但是没有跟 pi 1 pi 2相关的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画一个大括号，把它区隔开来。这边也可以画一个大括号，把它区隔开来。哈，它的意思是说哈，这所有的计算哈，跟 pi 4 pi 5没有关系，所以它可以独立来做计算。这边呢是跟 pi 1 pi 2没有关系，所以它可以独立来做计算。那计算这样子计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所谓的平行电脑哈，我可以这边算用电脑 A 来算，这边用电脑 B 来算。
那事实上呢，真正要做的事情，好，这边就是所谓的这个 forward algorithm， 哈，那这边就是所谓的backward algorithm。好，这样子来算。那算的过程，其实你们再仔细看一看，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哈，那我这边在做这个乘法，哈，那乘完以后，这个拍1就消失了，那就相当于我在算这个 forward algorithm 的第一步，哈。好，那这个算完，跟这个乘起来，再做这个拍2的 summation。事实上，好，我就在做 forward algorithm 的第二步，哈。那这边呢，我先做拍5的这个 summation， 好，就从后面开始算，哈。其实我在算这个backward algorithm 的第一步，然后之后呢，我再根据乘完之后，再根据这个拍4来做 summation， 就在做这个backward algorithm 的第二步，哈。所以整体来说呢，那 forward algorithm 从这边来算，那 backward algorithm 从这边来算，那算到中间，好，假设我们要的 information 是 pi 3，好，那最后就是我要的结果。那这边还可以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哈，我们整个计算过程就是不管是 forward 跟 backward， 它都是叫做dynamic programming， 好。好 ，dynamic programming 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演算法，就是它能够把没有效率的东西变得很有效率。那这个效率增进的关键在哪里？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计算哈。我今天如果说好，把 summation 放在这边，好，意思就是这边这个量哈，它做乘法的时候，其实它跟这些pi 1完全没有关系。它放在 summation 的外面，它的计算量会能够省下来。好，这边就相当于我在做这个分配率的时候，哈，我的计算哈，我们说呢 ，AB 相乘再加上 AC， 哈，那它其实在数学上哈，我们说它是跟这个是完全等价的哈，就是这算 AB 相乘跟加上 AC 相乘等于B 加 C 先加好，再跟 A 相乘哈。在数学上是等价，但电脑上其实不是等价的，因为我们这边在做的计算，它其实是由2个乘法哈，然后1个加法。那这边呢是1个乘法哈，然后1个加法哈，所以这边相对来说会比较有效率哈。那用类似的概念来说哈，我们也是放在这里哈。如果这一块的这个计算放在这个 summation 里面呢，其实它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放在外面它是比较有效率的哈。那我们把这样子的这个观念，整个把它运作在全部演算过程当中，其实就是 forward algorithm， 其实就是 dynamic programming。那backward algorithm 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希望各位可以了解。谢谢各位。